楚一这蓝嫂子啊，今晚直播还有点真诚，心疼蓝嫂子1秒钟，一开头就说我不会卖茶叶的，让屏幕外的我笑出了声，然后念了陈牧驰粉丝对他的指控和质疑，表示报警了，但被警方告知那种小号只是吃瓜，构不成很严重的后果。吴楚一也透露了，他已经抓到小号的幕后人了，对方已经道歉了，他不方便公布小号的真实身份。吴楚一回忆往昔，有天陈牧驰发烧4天不退，那时候没啥钱，吴楚一用戒备和花呗套现给他看病，陈牧驰扁桃体发炎，吴楚一喂他吃饭，吴楚一在数落陈牧驰不接电话不回消息时有点哽咽，眼眶也红了，还长呼了一口气。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是你们自己曾经那么好的一个朋友，他让你帮他澄清，你毫无疑问的帮他澄清，可是到最后搞到自己社死现场，所有人人尽皆知，然后这个人呢明知道真相，可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接电话微信都不回，还找律师跟我对接，然后全世界你们都在骂我是背刺好友的烂人。这个感觉我心里只有一句啊，超爱，以及这就是哭包一吗？放了一段之前造谣者的录音啊，证明之前网传的关注某个贴吧啊是别人造谣的。最后我以为他要说正事儿了，结果你感谢吴楚一在直播里替自己的偶像尚雯婕反黑，大概就是想表达他也是做过粉丝的人，也理解粉丝的心理，说尚雯婕曾经怎样被黑，怎样默默做慈善，粉丝都心疼啥的。Hello， 尚雯婕你在吗？如果尚雯婕开了这直播，能给这么爱你的粉丝点赞留言吗？留言就留爽字的那一句，你的几年我心疼，你的文字还爱他。都有网友吐槽吴楚一是不是昨晚看了长相思演唱会直播得到了启发，所以今晚开直播做一个诗朗诵，还是个3饼普通话的诗朗诵。当然我也没有资格吐槽别人的普通话啊。那这个歌看见大家吐槽他墨迹，还是小性子说不播了，准备下播，直接发提前写好的小作文，然后被网友哄好后接着播了下去，声情并茂的诉说他们的革命友谊。真的这一段我要配真相是真给到大家。吴楚一在外地拍戏，陈牧驰专门打飞的找他探班，去看望他时，那时候他还在封神榜训练营，去看他几小时后又飞了回去。吴楚一和陈牧驰经常在晚上11点以后吃生蚝，那时候深夜打5折，他俩经常去吃。吴楚一说那时候饭真好吃，可是现在什么都变了。北京的串串香什么的也都挺好吃的，然后就是有一阶段都吃得很胖，然后现在什么都变了。吴楚一还说我把他当家人，更多的是他主动，更多都是他主动，我只是习惯帮忙，然后真的把他当家人了，真的是这样的。哎呀，楚一这小子他还承认了，他就是故意把那些码打得半录不录，故意录出那些聊天记录。然后你们说我故意露出什么马赛克，把别的内容给你们看，确实是我故意的，我承认了。因为我想证明，就是我们关系真的很好，我没有巴结着他，然后更多都是他主动，我只是习惯帮忙，然后真的把他当家人了，真的是这样。哥，你真的超爱的，感觉好几次话到嘴边就要捅破窗户纸的时候，他忍住了，他忍住了。真相是真在哪里？这歌给我点起来，我本来不想这样子的，但是当他说出那句你们说我带货，说想炒作自己的品牌，但其实不发生这件事情，我随便跟他说一句让他帮我带个货，他也是愿意的，肯定比我自己卖得好。那时候炒作我有更好的选择，如果说带货的话，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之前，我找他帮忙，我觉得他肯定会的，然后一定会卖得比我好。那个语气啊，朋友们，我听完后我真的很难公正呢。然后这歌估计也是快要哭了吧，也不知道自己要讲啥就下播了。然后下播后我发现整个娱乐圈都在吃瓜。最后我附上楚一自己写的直播脚本，我还想帮他说一句话。他说他写这东西的时候是因为他确实不爱表达，平时生活中也不爱说话，所以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懂直播，所以他写了这么一个脚本。只能说看完这个直播后，我觉得挖野菜的榜单啊，吴楚一你必须是第1名。按照这个瓜的尿性啊，我估计这后面还有后续，只能说快点结束吧，真的有点累了。这破店的富贵，娱乐区 UP 也有点不想要了。最后补一句，他说我也不知道什么离婚啊结婚啊，我一直都不知道，然后一直以为都是有人黑他，所以
他这几天上热搜了，我一点都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现在开始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也是懵的。对，就是哪怕我现在没有锤死他，但是因为代价是对等的。你们好，放心啊，今天我不会卖茶叶，然后我也跟大家保证，这段时间我也不会在微博卖茶叶。至今为止，我没有一条微博发相关自己的品牌的东西，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负责做线下业务的，就是线上的一些推广都不是我做的。然后今天呢，就是我要跟大家说的内容比较多，然后我就写在这里手机上，然后我会读出来。就大家都知道，网络造谣需要承担法律后果，想必你们都清楚。我说的起因跟结果也都是真的，如不属实的话，我也一样要承担那个造谣然后的法律后果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我不在娱乐圈工作，所以我没有团队，也没有幕后操守，更没有花钱买营销号。你们夸我也好，骂我也好，同情也好，希望你们都不要发，这样的话是在变相的给我增加热度，然后物极必反。还有一点就是，我实在不想被扒了。网上的谣言呢，我没有什么资本，所谓4000万炒作，谢谢你们这么看得起我，也没有收任何黑心钱来背刺他。好，接下来我来回答你们2个问题，就是正面的直播的跟你们交流。第一个关于小号的，然后粉丝呢质疑，如果那个小号就是粉丝的质疑啊，他说如果那个小号真的不是你，如果你真的有像他说的那么掏心掏肺，你应该着急焦虑的去查那个小号是谁，为什么会有人用他的身份和手机号去注册一个小号陷害，而不是在这里撒泼打滚的质问受害者为什么不相信你，为什么不替你发明。你要求一个被热搜黑了将近8天的人替你保证，他如何替你保证？这就是你口口声声的对他的掏心掏肺吗？这个是就是你们那个很多人问我的一个问题啊。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，跟那个还原事情的真相。为了快速还原事情真相，我去报警了，他也一样去报警了。报警那天，2地的派出所都互相联系了。本来可以合成一个案子，当天派出所让我联系对方，你们也看聊天记录了，对方没有回信息，意思就是呢，让我配合一起把这个事情合并成一个案件，但是因为警方跟我说主要针对对方还有被泄露隐私的东西被公布，所以没有办法。也是警方跟我说那个小号发的内容，人家只是吃瓜，只是言论自由，很难起诉，并不构成造谣违法，哪怕花费大把时间告的成功机会也很小。所以我总结了你们所说的，我也去调查，我也听了你们的意见，直到半夜那天3点多我才从派出所回来。第二天呢，也确实查到小号是谁了，但是很抱歉没办法公布，我今天没办法公布，因为对方也私下致歉，我都不想牵扯太多，因为再牵扯的话，3方更多的事情出来，
对谁都不好。这些事情我都在第一时间跟他说了，也讲得很清楚，但是他除了不愿意帮我澄清以外，我一直等他信息一样没有回复，到最后等到了一个律师，就是你们所看到的聊天内容，我才清楚的知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。然后我今天为什么要拿这一个读呢？因为我都说了，我不善于表达，我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多的长篇大论，我面对镜头，我一句话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说，所以我只能一个一个的写，一个一个的写。我也不知道什么离婚啊、结婚啊，我一直都不知道，然后一直以为都是有人黑他，所以他这几天上热搜了，我一点都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现在开始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也是懵的。我也不爱吃八卦，所以大家也不要再问我这些问题。然后第二个问题，请吴先生带上证据去法院，请你选择法律维权，不要整天在微博上升堂。说真的，这对你也没啥用。对你的权益而说，网友不是法官，这是一个网友一直给我的信息，就很多人给我发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对吧？然后我也来正式的回答一下大家，因为我发澄清，你们骂我收钱蹭热度，说他交友不慎，你们让我有本事发证据，我就把聊天记录发出来，你们又说证据作假，那我就发视频，发视频你们又说我跟他的友谊，你干嘛都发出来，就是你知道吗？有一种感觉就是你怎么做的都是错的，所以我今天还是选择在直播说吧，对吧？我也不想再写这一篇作文发上去，那我就自己拿着这个作文念出来。我想问一下你们，给我这么多问题的你们，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是你们自己曾经那么好的一个朋友，他让你帮他澄清，你毫无疑问的帮他澄清，可是到最后搞到自己社死现场，所有人人尽皆知，然后这个人呢，明知道真相，可是在事情发生之后，接电话微信都不回，还找律师跟我对接，然后全世界你们都在骂我是背刺好友的烂人，你们真的一点都无所谓吗？我想问你们，那就怎么着？那就还原事情真相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就是呢，我接下来要跟你们说这件事情，就是本来跟这个事情没有任何关系的，但是我为了让大家知道网暴的一个伤害有多大，然后完了之后，我放一段录音给你们听一下，我在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一次网暴，然后呢，好不容易才把幕后指使的那个抓出来，但是最后我还是原谅了他。2020年7月3日以后，我王川绝对不会对吴楚一做任何的人身攻击和诽谤。如果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，我负全部法律责任。如果说你在社交软件上、微博、抖音、电话任何的方式侵犯到我的名誉权，然后诽谤我、攻击我，又再次造谣说什么我骗你钱，或者是我得什么艾滋病，或者是骂我家人，或者是恶劣的攻击我、言语攻击我，你会负法律责任，而且我吴楚一也不会说再跟今天这样子跟你和平的解决。我一定就会把
你这些话发给那个律师的，因为你现在已经录音保证了，你也知道法律结果了，是不是？你也知道法律责任了，是不是？法律责任就是5天啊。就是我看了你们的评论，就是有一句话叫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就是大概就是可以描述一下评论区的某一些状况吧，对吧？好，我就不说这些了。就是那一次我伤的就是给你们看的那个录音，给您放的那个录音，我就已经伤的就是比较惨，用了很多的时间才去治愈，才忘记这件事情。所以为什么它跟这个事情会有相关联的东西呢？就是因为已经发生过第一次了，我不想再发生第二次，所以这会成为说我前2天那个发的声明为什么那么的疯批，就是你们给我的。然后我今天嗓子有点哑，就是不到万不得已，没有人喜欢把这些隐私扒开，供大家就是茶余饭后的笑点。但是呢，人都是平等的，我觉得没有什么明星跟素人的一个分别，事实怎么样就是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你们也知道，网络审判人均死刑，不管是你们还是我们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干干净净，真的。对，就是哪怕我现在没有锤死他，但是因为代价是对等的，除非真的再把我给逼急了。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理智追星。就是很多时候呢，接下来这一篇我写的很久，然后我读出来，我等一下会告诉你们想要知道的，但是你们先听我耐心的把这一段给你们表达描述完，好不好？就是我表达能力真的不行，所以我希望你们给我一点耐心，好不好？很多时候，一些狂热的粉丝真的是打着一个爱一个人的名义，四处乱窜，为偶像招黑，把小事变成大事。这不是爱，你们是一个吃瓜的一个状态，但是到最后受伤的都是当事者。我其实跟你们一样，我也有一个自己很喜欢的偶像，我从06年就开始喜欢，然后到现在17年了，我喜欢17年了，然后我内心呢，已经不把他当成偶像了，现在已经把他当成了亲人。对偶像最好的支持，我并不觉得是要狂热，而是要让别人知道，你因为你的偶像，你粉上他之后，你对他从陌生人变成了亲人，因为他我们变得更努力向上。与其一辈子仰望，不如努力一下靠自己，然后努力站在他们身旁。他也一直就是一个被黑的状态，被有意者就是截取那个正规的央视节目的 logo， 然后被大家断章取义，造黄谣。然后那回呢，他旗下的艺人不火的时候，他自己有名气，他尽心尽力的带旗下艺人捆绑式的去各种演出，让他们曝光。可是背后呢，自己公司的钱
好多都被转走，留下的脏锅都被他捡了，然后他到最后还放过对方，可是对方最后买各种营销号诽谤他，什么自己淋了雨也要把别人的伞撕掉，黑心老板各种标签，又到人身攻击，很多人都刷到过吧。但是作为他的粉丝呢，都知道其实事情的真相并不是这样的，一切都是假的。就是在他接手的前一天，在他接手前的那些事早就发生了。由于有些粉丝比较冲动去骂对方，他就默默的帮粉丝赔对方告的钱。我们从来也不敢声张这些事，害怕别人又骂他，说他要洗白。他一直默默的做慈善，不炒作，有才华，精通5国语言，实力又强，名牌大学毕业，这些都是给我们带来正好的一个正能量。很多的时候我心情不好呢，都是听他的歌缓解这个情绪，这一切都是正能量吧，我觉得。因为这些天我就知道他这几年到底是怎么过来的。我跟你们说这个事情呢，我并不是想要就是说什么，我只想要表达，如果作为粉丝，他给我提供的情绪价值呢，就是我把他当亲人，然后我只能就是把他的音乐作品转发，让更多的看到他的才华，想让更多人就是知道他的才华是从哪里可以看出来，那就是从音乐上面。所以我从来不参与粉丝互掐的是非，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粉丝该做的事情。我一直都保留着06年的东西，也想跟大家表明，就是我没有收他的钱给他洗白，然后完了之后，我真的听黑心眼的字眼听怕了，不管别人怎么黑他，我粉上一个正能量的偶像，因为一路追随，让我少犯了很多错误，我很庆幸。讲这么多，我只是希望你们能明白这一个道理，爱应该是拿来正能量的，不是拿来利用，爱不是拿来摧毁。我给你们看一点东西吧，然后我马上进入主题好不好？为什么这会那个就是不进入主题呢？有多少，我只想告诉你们的，有多少是因为你们造成的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，就是因为你们，你怎么着都是错的，你怎么着的都是怎么着的。人都跑了无所谓啊，跑了就跑了，反正我对这个东西不在乎。我为什么会跟读稿一样的？因为我想表达的东西太多了，我如果不这样的话，我直播我根本说不出来。我平时真的就是一句话都不怎么说，在现实生活中话特别的少。好，回归正题，哪怕到今天我也是懵的，事情会发展成这样，所以不要再猜测，就是大家也不要再激怒我，再颠倒黑白了，再次买营销号，让你团队跟第一条我发的微博，然后泼脏水说我 P 图，一直以来都是你们在 P 图，为什么第一天澄清微博了，那么多人给我泼脏水，把 P 图栽赃给我，然后是谁把我的电话私人的地址公布出来？反正我方这边已经一直在调查，毁我名誉的我都会起诉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就不说了，因为我这几天真的，我今天那个努力的坐在这个直播面前，然后完了之后，就想给你们一个好好的一个
回答，但是我发现还不如发小作文呢，对不对？这样吧，我先关播，然后完了之后，我把我写的这个东西，我给他那个发上来吧，发上来我就不播了。好，那我就接着把我写的东西还清一下事实。我觉得不管什么情谊都是互相的，就是你们应该知道，就是有一次他就是发烧4天高烧不退，因为扁桃体发炎，然后那时候天天点滴，就是点滴真的挺贵的，一天要几百块。我记得那个钱，我到现在记得很清楚，就是记录我也找到了，都是我从手机上的一些，就是借呗啊、花呗那边借出来的，他也都很清楚。然后因为那几天真的很严重，就是感觉要死掉的那种，就是吃东西都得喂的那种。我拍一些小成本的戏，在外地的时候也有专门过来找我探班，然后因为收到通知，然后要马上回去训练，不到半小时他又飞回去了。这份情谊就是都是真的，然后现在闹掰也是真的。我也一直在问，这一次我到底要什么？包括我今天直播，我到底要干嘛？就是包括你们在看我的，你们一直在问我，我到底是要干嘛？我到底是要炒作？我要干嘛？可是我也不知道是干嘛，我每天都是精神恍惚。我现在没有练稿子，我是在看你们的弹幕。如果我不写出来的话，我不会说这些。然后接着往下说吧。然后他那边呢，就是律师也问过我类似这样的问题，问我现在要怎么解决。其实我很想要的东西很简单，就是为这一份革命友谊道歉，不要就是把另外一个人推向火海，然后自己都不管。我要的真的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也没有参加封神训练营，这个都是假的，也没有报名，更没有像你们说的什么嫉妒他，我被淘汰了，我压根就没有面试过。然后呢，吃生蚝呢，确实经常去吃，然后是在晚上11点后，因为那时候11点之后呢，就是打5折，生蚝打5折。所以就是那会年纪比较贪小，然后北京的串串香什么的也都挺好吃的，然后就是有一阶段都吃得很胖，然后现在什么都变了。然后包括那个聊天记录什么的，也不是我有意截图，是因为你们一直在叫我找证据，我就把百度网盘翻了个遍，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把那个图片保存到网盘，然后我回复的那些字没有发出去的，其实是发出去的，但是那些聊天记录不在了。然后你们说我故意露出什么马赛克，把别的内容给你们看，确实是我故意的，我承认了。因为我想证明，就是我们关系真的很好，我没有巴结着他，然后更多都是他主动，我只是习惯帮忙，然后真的把他当家人了，真的是这样的。
我就长话短说吧。最后就是恳求大家呢，就是有一件事情，如果没有这件事情的话，我今天不会播的，就是希望你们讨厌我的也好，但是跟我身边的人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们不要再去扒我身边的所有人，然后营销号发的都是假的，不要再扰乱到我合作伙伴的生活。我不想因为这一个自己的私事呢，让他的名声受损，也不想就是很多人一起努力完成的一个小事业，然后因为我不仅没有变好，还把这个牌子给他搞垮了。然后至于10年前左右拍的那些戏，就是你们今天都在发，我知道，因为那时候嘛，10年前左右拍的，然后他拍完他得过1-2年才会播出来。然后那个戏呢，就是你们一直发的那些丑图都是我承认了。然后那回呢，什么乱七八糟的题材都有，然后也是为了赚钱去拍的。反正就是一节表演课也没有练过，然后演得很不好，然后造型确实也很不忍直视。但是拍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就是拍这些乱七八糟的戏，赚来的钱都是拿来交房租，还有生活衣食住行的开支。然后片酬有200、500，时间长的半个月，然后有的会有1万左右。然后就是要很短的时间，就是半个月完成几十集。然后我记得就是那回有2部电影，就是你们现在截图的，就7天就拍了2部电影了。然后就是后来呢，就有些事情吧，然后就是拖欠工资什么的，然后到了1-2年才拿到这个钱。所以就是经历了这一些，我觉得挺辛苦的，我就放弃了这一行。所以就是几十万的成本跟几十个亿的真的比不了。然后你们都是有品位的人，就不要侮辱那个大制作的电影了。然后后来有一些时尚资源呢，都是一些唱跳类的活动，但也是跟拍戏没有关系的，所以不存在我付出不付出的问题，不存在我带货不带货的问题。我刚刚跟大家说了，就近段时间我不会带货，我什么都不需要，真的。然后呢，我不是一个傻子，在北京这么多年能生存下来，然后自己的工作发展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，现在自己也越来越好，没有人傻到这个时候炒作，还是在对方风口浪尖的时候炒作。我有更好的选择，如果说带货的话，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之前，我找他帮忙，我觉得他肯定会的，然后一定会卖得比我好。我的意思就是，我没有任何目的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。然后很谢谢今天你们过来听我再逼逼叨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所以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吧。然后我等一下会把我写的这一些东西发上去，你们这样就是也比较看得懂，好不好？对，就是一种懵逼状态。好，我挂了，拜拜。